这个东北大姨说她家有台金标本田摩托车，这是他两口年轻那会儿搁广东往回倒腾服装生意时候买的。他说那会儿赚钱就像白捡一样。他这次回老家主要想清理一下库房的破头烂钉，因为这次连库房也都要一起拆迁了。他终归是做了一辈子买卖，我就讲下来300块钱，最终10700，自个儿想办法给他弄了回来。我觉得这车鼓捣好了，卖给你班同学，咱俩毕业都能挣5位数。这车老威样大了，虽然这车搁那儿趴窝了好多年，但是大姨掐着腰跟我保证，它只要加上油就能着火了。它的护缸这嘎还是锃亮的，但是下面也是有锈。发动机应该是1500cc，还是6缸的。它这嘎写的是 Made in 老美。看来这台本田并没有在小日子家生产，咱俩得加快点速度给他捅不着，不然你班同学该开学了。他这个车座细远的，坐起来得老得劲儿了。车架一打眼来看就是老美的做工，用料棒棒的，并且我还在它的后轮发现了2个不对称的减震器。后来我又在车的这嘎还发现了这2个按钮，这嘎应该是底盘升降的按钮。这车的配置老高了。我顺着它这个影儿继续掏出它的电池，它竟然鼓了这么大个包出来。我慢慢的给它掏出来放到地上，然后一脚给它蹬开，别一会儿砸到咱俩。凭我的感觉，这车只要给它接上一块新的电瓶，它就可以顺利的启动。我的妈！我刚给它通上了电，它就苦苦的冒烟。这车上没有短路的地方，这火要坏菜了呀！刚才冒烟的地方就在这嘎，我顺着冒烟的地方给它往前捋，应该就是这根线磨漏了，导致的打铁，从而引发了短路冒烟。这根负极线真的算的是千接万绷，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凑合下来的。我掐掉了这块有安全隐患的线，并且又重新给它压上了一根8平方的线，然后又把其他有隐患的地方都做了处理。我觉得这回大概率是没有问题了。这回他还挺懂事儿，通上了电，他没有给咱俩再冒烟。我拧开了他的钥匙，仪表的灯亮了，喇叭也响了。我对着你又呲上了大板牙，但这个牙好像吃早了，它的启动机没有反应，嘎嘎灯它不转转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有偏方治它。就咱俩这个偏方，你千万得替我保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就在这会儿，我还始终认为咱俩这车是捡了个大漏。这次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导致的，它再次的冒烟，从外面也没有发现有烧焦的迹象，但是却可以清晰的闻到有很重的糊包味儿。我又给它通上了电，准备让它显原形，好确认是哪里的问题。但是这个火爹却不按计划行事，拧开钥匙，它连仪表的灯都不亮了。完了个屁啊！这回给它接上电，它是半点反应没有。关键刚才哪嘎冒的烟，我还没有找到。我顺着它的糊包味儿找到车的另一边，拆下它的边盖，没有发现问题。我又拆开它的保险盒盖，这里面是完好的。但是我相信我的鼻子，我就觉得毛病一定出在这嘎招。就是这个继电器炸了，导致的它冒烟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我也母鸡了。我用了一个相同的型号给它怼了上去，拧开钥匙，灯亮了，按了它的启动按钮，它溜溜转了。我是一个非常鸡贼的人，这回我确定它的电路再没有问题，我才敢冲着你又呲上大牙了。它现在这个电路已经没有问题，咱俩可以来搞一下它的油路了。这车是80、90年代的产物，就我手拿着这块塑料板又脆又硬，它的油箱是细长的，敲起来是梗梗的。我继续拆下它的边盖，去从这嘎
掉出来这么一个死党。哎呀妈！呸！也不知道他怎么钻进去的，也不知道他搁这嘎困了多久，反正他现在就剩了这么一堆毛，但他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预感。我接着拆下他的汽油泵，要检查他的油路，顺便再看一下他油箱里面的情况。汽油泵的表面看起来很埋汰，但是油箱的里面却是泵芯有个别的锈渍而已。这还是要归功于制造油箱材料的功劳吧。毕竟这台车的价格等于那个年代北京一套房的价格了，但是这套房的油泵却不好用了。咱俩这个偏方你千万得替我保密，不能让那谁也知道了啊！但这个偏方也仅限于你使用在这些停止时间很久的小电机、电磁阀上面。至于其他的零件，我这个办法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。我先给它油箱里面整点油，再去检查一下它化油器的情况，这样这个油路就整得差不多了。这里面是它的化油器，竟然有2个，比我的拳头还大，这车得嗷嗷的飞油。它现在油也通了，电也有了，可以尝试启动了，祝我好运。不对呀，有病！这地方。它现在是能启动，但只能一下，而且必须要呲点外挂才行。我觉得它的病还是卡在油路上面。它这里面的油通过油泵进到滤芯里，这嘎已经能看到油了，然后再走这个管进到化油器里。我觉得问题大概率还是卡在这个管里面。果不其然，这个管不通气儿，我顺势给它薅了下来，看看里面是啥情况。我操！这个铁接头里面堵得等等的，我用过螺丝刀的，反复的给它脱落开。然后我又把它原来带的小滤芯换成这个大的，希望能给它增加点进油量。凭我感觉，它这把一下就可以着车了，祝我好运。怎么样？我就说这车，咱俩是捡了个大漏，现在就给他，我操，这么事儿，嘿，呸！我真是叫这台车磕了，刚才他还好好的，他现在就给我扯上这套轮子，
现在我怀疑是这个死架桥在这儿举着我，你等着。这次他给这么粗的线都给我整碳化了，再结合着他原来这块鼓包的大电瓶，还有那个炸坏的继电器，我怀疑是这车增流器坏了，导致它发电电流特别大，从而引发的这一切。而且这个继电器炸了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一时半会儿也搞不到原厂的调节器，我只能用咱国产的大三轮的调节器给它做个替换，希望它能好用吧。这车应该就是调节器坏了导致的这一系列的毛病，现在它已经完好如初，咱俩马上装车出去试一下。安上这个西远的大坐垫子，这车就算是组装完毕。咱俩马上出去试车，祝我好运。